刘学义曾有过3届代言人的绰号，他五官立体，气质清冷，尤其适合仙侠剧中高贵疏离的神仙或魔尊形象。但他不愿停留在舒适区，更想每次走不同的路。在刘学义看来，仙侠剧讲的是人间事，最难诠释的是生活，最简单的也是生活。8月，横店炙热如火。刘学义在电视剧《兰香如故》拍摄的间隙接受采访，为我们分享了他心目中的林锦旗。林锦旗是林府长孙，背负着家族重任，他日常的举手投足都是深沉而内敛的，而在战场上，为了活下去，他又会爆发出另一种力量。林锦旗最戳我的地方就是如何面对这两种境遇。在外征战是守护一个大家，在他的心里还藏有一个小家，他身上的担子很重，他如何处理朝堂与家庭的种种关系，他的背负与他的选择常常让我共情。兰香如故既有权谋之争，又有情感纠葛，这样的双重叙事让刘学义演得十分过瘾。导演陈丹擅长战争场面，恢宏的家国叙事常能激发出演员的血性。导演黄颖香注重文戏的细节处理，发生在宅院之内细腻的情感流转，某个地方多一口呼吸，亦或是少一口，展现出来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层次。比起大开大合的动作戏，刘学义坦言挑战最多的反而是眼神戏。他笑称几乎所有角色都是800个心眼子的设定，一个眼神，一个细微的动作，或许就内藏玄机。当然，这种眼神戏也是双向的，在不动声色地表露情绪时，他还要观察到对手演员的内心，戏剧张力在微表情下暗流涌动。美中不足的是横店的热，刘学义坦言，我们这个戏是通气声，需要现场收音，开空调会有噪音，所以大家都比较严谨，为了现场收音效果好，宁可不开空调。热是真热啊，可我的心里高兴，因为所有的剧组成员都如此专业，大家都非常敬业。时间再往前推，7月，刘学义发文告别他在《桃花映江山》中的角色沈在野。他形容陪沈在野走过的这一程，像亲历了一场漫长的风沙。我总是很心疼沈在野。采访时，刘学义提到好几次心疼。他说，一路走来，沈在野有太多不被理解、不被他人看见的苦。虽然我说是陪沈在野走了一程，反过来沈在野也陪我走过这么一段路。戏结束了，播出时，我反而有些不真实感，常常恍惚想着他的那身泥、那身伤，我心疼他。问刘学义，沈在野承受许多误会，在属于他的孤独时刻，在独自舔伤口时，你会觉得憋屈吗？什么独自舔伤？沈在野绝不会舔伤。最了解沈在野的是刘学义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，沈在野目标非常明确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沈在野不需要同情，只需要记住要的结果是什么就可以。在这个瞬间，刘学义又成了沈在野，带着他的孤傲与自尊。在积累了诸多古装作品之后，刘学义也渴望诠释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角色。他说，其实仙侠剧讲的也是人间事，如果有可能，他想多接触些不同类型的题材和角色，比如军旅题材，又比如刑侦戏。踏雪寻踪里刑警简明这个角色正合了刘学义的意。他就是一个特别有生活市井气的小刑警，有很多细细碎碎的小动作，也有小人物身上的小光辉。一形容起刑警简明，刘学义语气顿时轻松起来，一连用了好几个小字。拍摄前，刘学义做了大量功课，了解真实刑警队的生活。刘学义在细节上较真儿，因为简明是痕迹学专家，会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捕捉到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特征，比如性别、身高、体重，甚至鞋码范围区间。简明可以通过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还原当时事件的发生状况。踏雪寻踪的主要拍摄地是吉林通化，
刘学义在冬季的东北拍外景，与横店的炎夏正形成鲜明对照，冰火两重天。暴雪里的山沟戏让刘学义印象深刻。最冷那几天该有零下30°C了，就连拍摄的机器都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外面，低温会让电量迅速流失，机器也有可能被冻坏。哪怕拍室内戏，镜头也会不断起雾，我们要花时间去轰隆隆的吹，许多看似常规的准备工作变得特别困难。有一场外景戏是刘学义给师傅打电话，那本是一场落泪戏，结果还没等眼泪落下来，就已经在眼角结了冰。拍完《踏雪寻踪》，刘学义还有些意犹未尽，他还想拍更多这种类型的现代剧。我想慢慢给观众一些新东西，古装剧演多了，这时候就要勇于做出一些突破和尝试。现在也是慢慢的带着其他类型的作品走向大家。刘学义一连说了2次慢，他致力于突破，却不急躁。机会可以慢慢等，好作品需要慢慢磨，演员的心态也是如此，慢工出细活。日常里的刘学义生活节奏也很慢，收工回家，菜场买菜，自己做饭。刘学义不爱打扮，以至于喜爱他的网友开玩笑说学义有4宝：发箍、拖鞋、打底衫和阔腿裤。问刘学义，你怎么看待大家总结的学义4宝？是真相还是误读？结果刘学义把这套经典组合细细解说了一番。发箍取决于我头发的长度，如果遮到眼睛，就拿发箍给它箍上。拖鞋和打底衫是固定搭配，在剧组拍戏要经常换衣服。大领子的打底衫和拖鞋都是为了随时换衣服，方便穿戴。至于阔腿裤，也不一定是阔腿裤，我现在穿大裤衩多一些。刘学义此言一出，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逗笑。他给自己找补：夏天热嘛，工作之余还是尽量穿舒服一点，自在一点。我没有什么出街 look 或者一定要穿得多精彩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把自己看得淡一点。在采访的最后，我们让刘学义总结这些年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与不变。刘学义谈到了时间的流逝，但我不会因此而焦虑。幽默的刘学义用仙侠剧回应：毕竟生活又不是修仙嘛，好好的享受每一天，过好当下。想了想，刘学义又补充道：还有一点新变化，去年我学会了潜水，今年也想尝试一下跳伞。潜水让刘学义感到平和。他说，水底的世界好安静，屏蔽了外界的声音，没有很多人吵。这种安静让刘学义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回归内心，回到本真。那么没变的东西呢？没变的，应该是内心对于外界没有什么特别的执念吧。这可能就像刘学义曾在一次读诗活动中提到的，一个人如果打心底允许一切发生，就无异于诸事顺遂。其实刘学义是举重若轻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有许多想尝试的内容，想开拓的边界。但刘学义并不想被预设的结果束缚住，如果抱着更淡然的心态，尝试的过程反而会更开放，带来更多可能性。拿一半可以放在嘴里吃，拿起来一点点放皮，可以把吐司放中间，夹多少咬着就感觉看我 OK。不让真吃怎么演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想真吃。他为什么多了双筷子呢？来3、2、1走。来3、2、1走。OK。
睡了。世界乱套，我睡觉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